找死！虚影一把将阿喜甩了出去，他直接捏住她脖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阿喜盯着这个女人看了2眼，突然露出了一个笑容。别这么看我，你这眼神可真是吓人。不过一个分身投影而已，猖狂什么？哎，你身上的气息好古怪，你不是五洲人吧？不管是不是五洲人，杀你足够了。杀我恐怕不行。女人已经毫不迟疑的一把掐断了他的脖子，他的身体竟然炸开成了光点，那光点碎开，一个破碎的人偶出现在原地，男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一念小宝贝儿，我们下次再见，我可真是太喜欢你了。虚影冷哼了一声，他低下头看着满身伤痕的阴念，露出了心痛如绞的神情。你是谁啊？同样的孩子们凑了过来，大着胆子问着，眼中的警惕却半点都没少。我啊，是这孩子的母亲。简宝他们在阴念眼中是孩子，他的念念在他眼中也是孩子。我的宝贝，他才18岁，正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年纪，正是他这个当娘的无能。你那是什么东西啊？念念姐姐，念念姐姐身上长蘑菇了。阴念的身上竟然开始冒出一颗又一颗的蘑菇，这蘑菇呆头呆脑，却扭曲了阴念的皮肤，吸食他的血肉，将他生生痛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他身上的蘑菇，而是那个女人。该怎么说呢？这个女人仿佛长着全世界最温柔的脸，她一下下地摸着阴念脸蛋，她像是被阳光裹住，温柔暖和的，让阴念想起了冬天被晒得松软的被子。我的孩子，别害怕，是娘亲对不起你，是娘亲没有用，护不住你，娘亲就算死也不会让你难受的。阴念艰难地伸出手，想要摸一摸这个女人。她在说什么呢？她娘亲早就死了，可她的手抬不起来。她想问一句，你是谁啊？可那个女人已经消失在了空气当中。阴念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随着女人的消失，那一角尾巴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之前，这角尾巴缩水了许多，看起来也没有精神。可它还是快速地卷住了那些正在吸取阴念生命力的蘑菇。这是寄生菇，伴有强效的诅咒，无药可解。它们会从人体当中长出来，吸走生命力和全部的血肉，当做自己的养分。但这条黑尾巴却缠住了那些寄生菇。尾巴缠住蘑菇的那一刻，顿时像是肉贴在了烧得滚红的石板上，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滋滋声。这声音都让旁边同样的一群孩子忍不住捂住了耳朵，听起来就好痛啊！这尾巴都痛到蜷缩了，但它丝毫不退，甚至没让阴念感觉到痛苦，一个个的将那些蘑菇都给拔除了。剩下的蘑菇们感觉到了危险，呲溜一下重新钻了回去，而黑尾巴也猛地垂落下来，像是死了一样瘫在地面上，看起来可怜极了。它身上有2股气在互相膨胀，那邪恶的诅咒之力不断的想往阴念的心脏涌去，但另外一股温暖强大的力量死死地包裹住阴念身体，不让他侵占半分。场面僵持住了，他撑着眼皮扫了一眼全场，虽然还没弄明白那个阿喜和突然出现的女人是谁，但身边的人都好好的。阴念终于扛不住了，他放心地晕了过去。天边的雷声越来越近，阴女带着满身的杀气杀了过来。其实他刚才远远就看见了那个女人的虚影，当时他还以为那是要害阴念的人，却没想到那个女人在消散之前的最后一点时间里，遥遥朝他这个方向看了过来，然后以万分感激的姿态鞠躬行了一礼。阴女做的比他这个生母实在是好太多了。那人是谁呀？小苗一瘸一拐地从阴女身上跳下来，还不等阴女说话，小苗已经看见了伤痕累累的阴念。念念，你怎么这样了？起开！阴女颤抖着手将苗苗拔了起来，她把阴念抱了起来，愤怒让她的一双眼睛完全变成了血红色，背后的魔翼撑开，魔元素都变得狂暴起来。果然是魔物！那位大人没有骗我们，那女人是小魔物，引来了老魔物。那些村民惊恐的惨叫声吸引了阴女的注意力，她转过身，那双血红的眼睛盯着这些村民。那些村民们吓坏了，但同样的人可不害怕。他们捅了念念姐姐好多刀。
其实不用他们说，阴女也不会放过那些人的。无数雷电从天而降，这些村民瞬间被劈成了焦炭。天上无数的魔族也出现了，他们看到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阴念，第一表现就是狂怒。小苗知道他们的愤怒，立刻说着：“那个伤了念念的人跑了，你们往四处追追。还有袁心碎现在一个人挡着整个福神塔呢，你们快去帮帮他，不然至高神喘过气之后他就麻烦了。我们先回去再说，你稳住他的伤势。我死也会稳住的。”小苗的声音还是嫩嫩的，但是这句话却坚定无比。你们这群小拖油瓶，跟我走。就在阴女带着阴念火速回去的时候，终于自由还憋了一肚子火的魔物们开始歇斯底里的发疯了。修邪师打，福神塔打，对魔族抱有敌意的打，五洲混战这一刻才终于来到了高潮。而此刻，一个处于黑暗当中盘腿而坐的男人猛然睁开了眼睛，整个人从石床上翻滚下来，痛得浑身抽搐着。这人正是阿袭，他并不像是刚才在人前那么从容，替死术有很严重的反噬。阴念，你可真厉害，这一次的伤怕是要养久了。他强撑着从地上站起身来，旁边忽然睁开了一双双的眼睛，无数的气息出现于这漆黑的洞穴当中。阿袭受伤了，我给阿袭养伤，阿袭吃了我吧。你够什么吃的？选我，我也能替阿袭去死。阿袭是我们这里最强大的，阿袭不能死呢。阿袭吃我，很快就能好。可惜，没能杀了阴念。那个女人很强，很强，还很狡猾，都得死。5州的人都得死，都得死。然后我们拿到州心。他们说话的方式有些诡异，可他们自己不觉得。回荡在洞穴当中的只有他们一声又一声的笑，层层叠叠，压抑又空洞。佛神塔总部大门处，尸横遍野。看见天空沉沉压下的那一刻，袁心碎露出了笑容。是念念回去了吧？那我也该走了。他已经感觉到至高神的伤势对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袁心碎一巴掌捏碎一个小神境长老的脑袋，往天一柱的方向撤离。而那些长老们见他走了，竟然连追都不敢追。袁心碎一路往回赶着，可他行至之前那个小村落的时候，却身形一顿，地上有好大一滩血，那一滩血有念念的气息。袁心碎一颗心骤然沉了下来，连白头山那边都顾不得去了，顺着阴念一路滴滴答答流下的血迹就追了上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袁心碎飞速往回赶的时候，阴念已经被阴女带回了天一州。此刻的魔界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最先过来的是圣山宗、巨人族还有人鱼族、周家几个势力，他们都是被袁杰带过来的。袁杰也是看见魔剑开了才进去拉了这几个势力。他们在听见袁杰说出阴念是魔族这5个字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逼的。反正我是阴念救回来的一条命，我信魔族大过信福神塔那些混蛋。你们要是信我的，就和我一起走；要是不信我，也随便你们，别和阴念作对，给他背后捅刀子就行。但是若是视魔族为敌的，那就也是我的敌人了。当然，这是对着圣山宗之外的势力。对圣山宗，他刚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看见魂体的阴满过来了。老宗主第一个泪流满面，带着人就给跪了下去。得，什么话也不用说了。但下一刻，他们却看见阴女将伤痕累累的阴念抱下来的场景。此刻的她太脆弱了，像是一碰就要碎了。老乞丐眼睛都红了。这是谁干的？快放下，我们帮他治疗。可还没等他们上呢，就看见阴念脑袋上忽然冒出了一颗小小的蘑菇。下一刻，阴念浑身一颤，竟然在阴女的手中砰的一声缩小了，短手短腿儿，头顶的蘑菇还在嘚瑟的扭着腰，身后还拖着一截短短的黑色尾巴。袁心碎一到天一州就提起了一个守着门的兽人。念念呢？兽人抹了一把悲伤的脸，刚要哭鼻子，袁心碎的一颗心就彻底沉了下去。他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不许哭，念念人呢？兽人颤抖着手指向了皇宫里面。在里面，你快去看看他吧。看他最后一面吧。这句话翻译到袁心碎的脑子里面就成了这个意思。可没想到他抖着手打开门，却看见一个雪白的红衣小团子迎面像个炸弹一样猛地就撞了过来，将袁心碎砸得退开了一步。他此时正是杀机最盛的一刻，
正要低头让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崽子滚远一些，却对上了一张十分熟悉的脸。虽然缩水了很多，但这就是一念的脸没错呀。袁心碎整个人都愣住了。念念的女儿？不对，他还没和念念成婚呢，哪里来这么大一个女儿呀？身后的一群人追了出来，一脸的焦急。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别跑别跑！祖宗哎，你小心点儿，别摔喽！师大、天玄冲着一念露出一个自以为十分和善的笑容，看起来就是一照面就能吓哭100个小孩的样子。而他们身后，好家伙呀，人鱼族们都直立着自己的尾巴，而魔族们长得就更加随意了，一个个的不是脑袋上鼓着包，就是浑身上下长满了鳞片，哪怕是最像人的医女，背后都有一对大翅膀，一身红衣扎着2个小舅舅的念念，就仿佛一块掉进了怪物窝里香喷喷的里脊肉。而一念自己也是满眼的警惕，他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口，身上没有长任何古怪的东西。一念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屋子里就他和这个男人是正常人了。啊，念念这是中了诅咒菇，不过诅咒菇不知道为什么被压制住了，没吸取他血肉养分，反倒是让念念变成了这副模样。我已经帮他看过了，也就是骤然变换他没习惯，脑子还没有跟上身体的变化，很快就会想起我们来的。他现在肯定不认得你，也不喜欢亲近你了，你也不要太失望。我们……话都没说完，他们就看见才3岁的一念毫不介意地伸出手，主动抓住了袁心碎。周围传来倒吸凉气的声音，一样都是人，为什么袁心碎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待遇呢？一念只知道一脸警惕地避着他们呢，都不和他们亲近。你们是什么人呢？我记得我还在斗兽场呢。苏丽叶呢？帝后呢？他们都去哪儿了？你们不能和我挨得太近了，不然会和我一起进斗兽场的。你们快先走吧，趁着现在他们还没有回来。师大这个硬汉愣是被这几句话心酸难过的红了眼。他家小主人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主人真的是太不靠谱了，自己消失就罢了，还在外面搞得个孩子出来，还让孩子吃了这么大苦头。而袁心碎却再一次抱起了他。他们死了。他的声音阴沉，让人听了害怕，但一念并不害怕。你说什么？死了？谁？是谁杀的？一个女人。他带着一念来到了一片清澈的湖泊当中，温柔地把一念手上的血清洗干净。被一个又强大又漂亮的女人给杀了。一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你呢？你是什么人？他心里有点不高兴，那2个人怎么能不等等呢？等他长大了，他自己杀。我是一念的人。一念皱起眉头。她是个女人呐。啊，是啊，我很喜欢的女人。一念晃了晃自己的小短腿儿，看着这个男人漂亮的眉眼，还有温柔的笑，他心里竟然生出一点点的羡慕来。不过他现在自由了，这才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英语他们在后面看着，他冷哼了一声。他倒是会挑，小小年纪就知道奔着最好看的那个去。看他清醒过来之后，我不一寸寸地扒了这小崽种的皮。竟然连娘都不认识了。不过说起这个，一女看向一念身后的那根尾巴，这东西又是怎么出现在他身体里的？他看向殷满，没办法，谁让殷满是他们所有人当中见识过最多稀奇古怪东西的人。听见自己女儿问他，殷满立刻屁颠屁颠凑上去了。乖女儿，那尾巴我也看不透，气息很古怪，不过对念念肯定无害就是了。我怀疑诅咒菇被镇压住，和这根尾巴有脱不开的关系。我管他去死呢！一女嘴上不屑着，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那个虚幻女人的身影。那女人是谁？看起来应该和一念有脱不开的关系。那几只小崽子怎么样了？放心吧，都好着呢，在我们人鱼族的养伤池子里养着呢。我们魔族也是被封印的太久了，才会让这些人一个个都欺负到咱们家人头上来。没事情干的人都去翻翻医书，看看小崽种这诅咒怎么破。天一州那些势力在哪儿？让他们都来见我。还有，让袁心碎赶紧去把他那9个灵团子给吃了。白头山时不时的山镇，我听了烦心。让袁心碎赶紧去把他那9个灵团子给吃了。白头山时不时的山镇，我听了烦心。可他如果吃了的话，就不能……可什么？我都在，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英女往外看了一眼，
看见一念正亦步亦趋地跟着袁心碎，阴女感觉更烦了，太碍眼了。而那边小魔物们战战兢兢地把话转述给袁心碎，袁心碎压根没有放下一念的意思。走，我带你去玩好玩的。那边阴女在天一州这些势力面前大摇大摆地坐下时，才猛地想起他应该把小崽子提溜过来的，派人去找，结果阴女大人，念念被袁心碎抱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他极度不满，暴躁就写在脸上。老宗主是坐在最前面的人，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下。好在阴女还知道自己过来是来做什么的，他懒洋洋地瞄了一眼这些人。哼，听说你们被追得很惨，现在无处可去。大家沉默。这位魔王说话可真不客气，但人家有不客气的资本，可偏偏就是有头脑不清楚的人以为自己能得很。天一州就是我们的家，你们这群魔族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无处可去？难不成你们还想夺取我们的天一州不成？话音刚落，老宗主心底就叹息了一声，蠢呐！果不其然，阴女笑了起来，打了个响指，站起来那个人就砰的一声炸成了一团血雾。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以为我在同你们商议不成？土地从来都是自由的，它不属于谁，谁强，土地便是谁的故乡。更别说论起时间长短，天一州可是我们魔族的故土，你们应该庆幸才是。你们的老祖宗没有参加到封印魔族的事件中来，不然我可不会这么温柔地和你们说话。大家看了一眼空气当中不散的血雾，温柔。阴女冲着老宗主挥了挥手，那个小家伙，把周心拿过来，我知道周心在你那儿。须发洁白的老宗主抽了抽唇角，才犹豫了1秒钟，他家老祖宗殷满就出现在了他身后。小屁孩，让你给就给。其他人脸都僵硬了，在这里岁数最大的老宗主竟然被叫做小屁孩，大家都不由得开始瑟瑟发抖。见这些人乖顺下来了，阴女冷哼了一声，刚站起身就听见外面轰隆的一声，白头山这次是真的裂开了，阴女飞上了天空。哟，袁心碎的动作还挺快的呀。屋子里这些人也都跟着跑出去了。什么情况？那是什么怪物苏醒了吗？那是什么怪物苏醒了吗？就看见远远的袁心碎被9个光团簇拥着，他们急切地想进入袁心碎身体当中，每一个光团身上散发出的气势波动，都让这些人不禁腿软。那是……袁心碎似乎还有些嫌弃，他看了一眼这些光团，毫无疑问，吃下去之后没有了封印禁止，他虽然自由了，可太自由了，自由的他会变成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人，然后他就会被直接召唤到无上神域去。可这样的话，他的念念怎么办呢？他现在不可能抛下念念一个人，让他在这动荡的小世界里面面对这些危险，所以袁心碎只是指尖上把玩着那些光球，并不吞吃，反正是他的一部分，没有他的允许，谁都拿不走，强行吞噬反倒是会遭到反噬的。阴女看他这个样子，在心里默默呸了一声，没想到他竟然知道吃下去以后就会被强行押送上无上神域的事情，骗不走，这可怎么好啊？可老宗主他们不这样想啊，他们对实力的向往让他们不由自主捏紧了拳头。吃下去啊，快吃啊，吃下去就能成为至强者了呀。袁心碎却随手捞出一个光团递给了一念，来，拿着玩吧。一念一脸懵地接过了光团，他脑袋上的蘑菇噌的一下立了起来，盯着光团开始流口水。众人一脸震惊，暴殄天物啊！老宗主他们仔细看了看那个小娃娃那张脸，那难不成是袁心碎和一念的女儿吗？这么大一只女儿，哪里搞来的？念念今年18岁，这小姑娘看着也就3岁，那也就是说15岁生下了。老宗主倒吸了一口凉气，15岁就……你是人吗？他们都没怀疑过这个孩子不是袁心碎的，谁会对别人家的孩子宠溺到这种程度呢？一念本来是在玩球的，听见这话却神色莫名地看着他。你是我爹爹吗？小女童那稚嫩的声音和水汪汪的大眼睛让老宗主他们心都软了。爱爹爹的小棉袄真的是太可爱了。可下一刻他们却看见没有得到回答的一念噌的一声抽出了一把小刀，直指袁心碎。我问你呢，你是不是我爹？袁心碎看见这个切水果的小刀，却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调皮。众人都看傻了，父慈女孝，不对，骨肉相残。一念却不依不饶，你就是这个万寿国的王，
抛弃了我和娘亲，看着娘亲惨死，看着我被苏丽燕折磨的，是不是？你若是我爹的话，我是必杀你的。你若是我爹的话，我是必杀你的。纵然诅咒菇把他的身体缩小了，将他的部分记忆取走，可他却没有忘记刻骨的恨。袁心碎不由得更加温柔了。他屈身，我不是。真的？啊。袁心碎握住了一念的手，把人再次抱了起来。到时候我陪你去找你那个坏弟弟，你要怎么出气都行，好吗？不必，我自己的仇自己报，你我萍水相逢，这样不好的。我们可不是萍水相逢，我们两个啊。他后面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一念用他3岁的智商和感知力脑补出了后面的话。你……他小眉头拧得死紧，犹犹豫豫地看向袁心碎，一双大眼睛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我怎么说吧？你是不是想认我做干女儿，让我以后孝顺你啊？也可以的，我挺想……话都没说完，嘴巴就被袁心碎给轻轻掐住了。别说话了，你不想做我女儿？哎，他一脸苦恼地甩了甩尾巴。等会儿，尾巴？一念大吃一惊，啊，我长尾巴了！不止呢，还有一颗蘑菇。一念更加吃惊了。我身上怎么长了这些东西啊？好在一念一直都是一个靠自己的崽，他没有迷失在这个绝美男人的怀抱当中，反倒是捏紧了拳头。那看来我就是一个小怪物了吧？他们都喊我小怪物，也是没说错的。魔族人们听着心口一痛，恨不得把一念抱过来好好安慰一下。随后就听见一念握紧了自己的拳头。既然成了小怪物，那我肯定比之前更强。怪物就要有怪物的样子，再有人欺负我，我就一口咬碎他们的头。天一州那些人这会儿才找到机会插话，小心翼翼地问着：这是阴念呢？阴女懒洋洋地扫了他们一眼，半晌才勉为其难地应了一声是。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阴念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还有，怎么变成这样的阴念还这么凶残呢？阴念还在摸那颗蘑菇呢，蘑菇看起来有些不安分，明明都是他身上长出的小东西，可他就是不喜欢这个蘑菇，喜欢尾巴要多一些。阴念想到这里，他眼中闪过厉色，拔了。可就在他要用力连带着自己的头皮一起扯下来时，外面传来守门魔族的喊声：阴女大人，快来看，有个自称是念念未婚夫的臭男人来了！阴女大人，快来看，有个自称是念念未婚夫的臭男人来了！未婚夫？哪个？他眼中明明白白写着他死了3个字，看到那个报信的魔族都抖了抖。说是五州封家。五州封家，当真是找死！哼，我还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竟然敢来找我的麻烦。行了，大人，送上门来的小点心，我们就去啃一啃。本来还想先弄死福神塔的，封家急着找死，我们魔族善解人意，一定送他们渡黄泉。老宗主他们也不喜欢封家，现在反正都和魔族站一块了，索性出去看热闹去。一念不懂大家为什么都生气了，他皱眉：未婚夫是什么东西啊？未婚夫啊，该死的东西。走，念念跟着我去看点有意思的，比如怎么能让人的骨头和肉分离之后还保持不死的，你好不好奇？我不好奇，但是我好奇你的名字，你叫什么？你自己想。我的名字，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想起来。他会逐渐恢复记忆，那么一定要第一个想起他来。一念不吱声了，好古怪的男人。他被袁心碎抱到了皇城大门口。万寿国地方很大，宫殿造得很奢侈又很享受，大家非常自然的就在这里住下了。一念一出去，就看见一个满脸倨傲的年轻男人身后跟着一群老男人还有老女人，站在门口喊着：听说真正的凤元女一念回来了，见到凤家长辈为何不出来迎接？那年轻男人背后的老女人长着一张刻薄的脸，说话的时候那大红唇就好像2团红毛虫，扭曲的很是夸张，让人想一巴掌拍过去。不过一念的这个想法刚落下，就看见一道细光，噌的一下，那个老女人的脑袋就被整个削了下来。那一年啊，这是陪伴他从小长到大的乳母，竟然被人斩杀于他面前。公子，不可！这些人的态度十分明显了，而且这漫天的魔族他是没看见吗？这乳母早先就会仗着自己和风寻的情分，在封家作威作福，现在死了就死了。封家除了风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可没一个真将奶娘放在眼中的人。袁先岁默然地收回手，切割完一个脑袋之后，仿佛踩死了一只蚂蚁一样的平静。好玩吗？哥哥教你。他在画板子里面看了，喜欢的姑娘就爱喊自己的情郎哥哥的。好玩吗？哥哥教你。一念摇头，他紧紧盯着风寻，总觉得这个人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让他很不舒服。风寻也震惊啊，他是远远见过一念的容貌的，这个小女孩莫不是一念和这个野男人生的孩子？一个不是完璧之身的脏女人，怎么配得上他呢？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正要开口斥责，就被旁边的风家长老死死摁住了。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忘记至高神大人和我们说的话了吗？不能和魔族撕破脸，要通过一念控制住魔族和这些人的命脉。说着，长老见一女忍不住就要出手血洗风家了，连忙满脸冷汗地伸出手制止。且慢，你若是动了我们少主，那你们捧在手心里的那个念姑娘也活不了。好，说说看，怎么就活不成了？他从天空落下，声音里面带着失声的冷意。要是说的不够好，我就把你的舌头连根拔出来哦。阴女不是开玩笑的，那些魔族也蠢蠢欲动。这长老知道自家和阴女的恩怨，立刻打开2个盒子，这盒子里的2道文书竟然漂浮而起。长老见2道文书依然没有失效，顿时松了一口气，脸上也带上了得意的笑容。这可是我们风家和帝后用我们风寻的老师送予的至宝天道命书定下的婚约。在场众人除了魔族之外，听见天道命书4个字，顿时就变了脸色。长老脸上的得意不减反增。看来你们也是听说过这天道命书的厉害之处的。用天道命书定下婚约的2人，便由一缕天道红线牵连捆绑，生死同行，绝无可能撕毁婚约。这是你们风家和那死去的地基定下的婚约，和我们一念有什么关系？可别胡乱攀亲，找死呢！就风寻这种癞蛤蟆，配得上他家一念这么好的女人吗？你们不信，这天道命书是我风家作为主导，要悔婚也只能我风家同意主动破开才行。看着吧，此线必定连着阴念。下一刻，天道命书直接展开。五州风家风寻与万寿国地基天生凤元者定下不灭婚约，生死与共，不离不弃。苏黎燕死了没关系，反正她的凤元没了。可这不是还有个天生凤元的吗？长老笑眯眯地眯起眼睛，抬起头，一条看似脆弱，实则坚不可摧的红线自风寻身上迅速生出，猛地连到了一念的身上。长老的眼睛缓缓瞪大，怎么成了一个3岁孩子呢？而袁希岁的杀心终于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我没有在和你们说笑，你们要是杀了我家公子，你们阴念也会死。他甚至顾不上去探究阴念为什么变小了，因为周围这些满身煞气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下一刻却手上一松，那天道命书直对着阴女的手上飞了过去，急得风雪大喊：这天道命书只能解开，不能摧毁。阴女并没有搭理他，阴满迅速到了女儿面前，仔细盯着这个书上的每一个字。不可能啊，天道命书里的身份若是有一个对不上，我们念念就不能契约。纵然天生凤元对得上，那地基如何对得上？阴满沉声一抬手，地基2个字就从天道命书上缓缓浮起，闪烁着金光，金光里面蕴含着一丝天道之力，证明这2个字确实是没有写错的。可一念生父不是夜读星背后的主人吗？到底哪个才是一念的生父啊？只有一念本人看着绑在自己身上这条线，皱着眉头。这线不能剪掉吗？自然是不能。话说你这鬼样子什么时候能恢复啊？我总不能娶一个3岁的小孩吧？还有你头上长的那是什么东西啊？风玄话都没有说完，无尽的威压就朝他压了过去。风玄猛地吐出一口血，神已经朝一念的方向跪了下去。不能杀你，哼，可我能让你求死不得。耶女也觉得风家实在是蠢得可以，用死来威胁他们，只要风寻可以被他们抓住，保证不死而已，多的是办法。正这么想着，一道惊雷从天空落下，趴在地上的风寻被整个往后吸着，男人面色苍白，这是那位无根的至高神。至高神大人，您快看看这些给脸不要脸的贱货吧！风家那长老瞬间抖了起来。哼，你们恐怕不知道吧？我家公子新找的师傅便是至高神大人，倭州的最强者。风寻原本倒是有个师傅，可惜至高神找上了他们，风寻当然立刻就给自己换了个师傅。
五州至高神的弟子娶你，那是你的福气。封家长老就像是一只鼓着肚子的癞蛤蟆，满嘴恶臭还不自知。此刻福神塔的众人也匆匆赶到了，大神怎么一脸狼狈？至高神大人，邪前面的老鬼竟然选择自爆，二神子没了。不关修邪师的事，我来的时候已经抓到一个人问过了。阴念，你可真是好手段，又装福神塔的人，又装修邪师的人，再让我们两相残杀。哼，心肠歹毒的杂种！魔族有你这么个人，能解开封印，倒是也不奇怪。只是像你这样的人，他们怕是心疼你心疼的紧吧？要是你死了，或者你被当众折辱在他们面前，才是最诛心的吧？他的声音比平常还要低哑，看来那伤对他的影响可真的是非常大了。袁希岁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某处，背后的9个光球忽然感受到他的怒火，纷纷散发出无尽的威压来。可至高神半点畏惧都没有，甚至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怎么想用这个来压我？哼，赤鬼谷的谷主原来竟然是白头山县族的余孽，老妖怪披了个少年郎的皮，还真骗过了所有人。可是你敢用这些能量吗？你若是用了，你顷刻就会消失在五州。我倒是希望你别走，不然你怎么能欣赏到心上人死在自己眼前的美妙结局呢？至高神被切断了基耳，整个人都已经疯魔了。他要的不仅仅是阴念和袁心碎死，他要这2个人生不如死。至高神一把捏住风群的脖子，用一个徒儿来换你们心肝宝贝的性命，这可真是太值得了。风群刚才还满脸红润的气色，顿时变得苍白了起来。喂，你是谁啊？至高神的目光落在他头顶的诅咒箍上，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尾巴。贱人，竟然这么快就跑去找自己的女儿了，他不由得怨毒加重。我自然是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纠正你说的2点哦。我觉得你没长眼睛。第一，哥哥不是老妖怪，他长得这么好看，怎么可能会是老妖怪呢？所以我说你没长眼睛。第二，虽然不知道未婚夫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能不能快点把你这个徒儿带回去啊？他长得好丑，我看了眼睛疼。这根红线我也不喜欢。狗杂种，这可由不得你不喜欢。袁心碎脸色一沉，刚要动手，肩膀就被阴念给压住了。还有，其实从刚才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很想问了，你走路为什么要夹着腿啊？你是哪里不舒服吗？嘿，好像真的是。他腿怎么了？哎，看起来姿势是有些别扭啊。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顿时让至高神重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撕心裂肺的痛楚。他双眼通红。我看你是真的不怕死，我本意是折磨你，但是你自己不想活了，那就去死吧，也免得我夜长梦多。风群开始浑身抽搐着，那红线猛地拉紧，阴念忽然张口呕出一滩血来，老尊者顿时面色大变。这天道命书是真的会要了阴念的命的，不能让阴念死啊！如果阴念没了，那兽人族、魔族、袁心碎的人，这3方就没有一个调和的人了，他们还能拧成一股绳吗？而且阴念是他的恩人，于情于理，老宗主都不愿意看见这个优秀的孩子死。袁心碎脸上闪过一抹狠绝之色，他一把抓过旁边一个光团。不可，少主，不可用我族禁术，你会死的。可袁心碎想做的事情谁都无法阻拦，除非袁睡睡。只3个字就让袁心碎冷静了下来。你想起来了，我先帮你把人杀了。别急，我有办法，听我的，照我说的做。2人的交流也就是在阴念附耳过去的一瞬间。至高神本来还担心袁心碎真能破开这天道之法，结果却看见袁心碎抱住了好似已经晕过去的阴念，僵着一张脸看着他。你欲如何？这是服软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要如何？至高神一把松开了风寻。我要你把阴念洗干净，送到我徒儿的床上。择日不如撞日，今日不妨就洞房花烛吧。当然，你得坐在旁边，亲眼给我看。还有你们都得给我看。你他娘的，找死！哼，那就直接杀了他。袁心碎的眼底有着猩红的血色，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将蓬勃而起的杀意咽下去一样，背对着至高神的阴念再次开口：睡睡，答应他，会没事的，相信我。袁心碎咽下口中的血腥味，也压下心底涌上来的无限杀意。可以。
你疯了？我说可以。袁先岁看向医女，他眼中的猩红半点不少。念念绝对不能死，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这话顿时让在场众人差点发狂。没有别的办法。至高神更是笑得猖狂。还不快去准备？哼，我的好徒儿，今天师傅就让你美娇娘在怀，做一回新郎。见风寻呆呆的，好似还没从被师傅当成棋子的打击当中回过神来。至高神压低了声音：乖徒儿，师傅做戏给他们看罢了，我当然不会杀你，不这么做怎么震慑得住这些人？风寻看了他一眼，脸色好看了许多，可皱起的眉头还是没有松开。可阴念如今这模样，放心，这模样是诅咒蘑菇造成的。哼，敢进我的密室，自然是要付出代价。要不是那根黑尾，怕是阴念早就死了。不过这样也好，死得太痛快了可不行。你就把它当成肉顶，身体变小了，实力可没少。况且他这副模样，不是新鲜的很吗？怕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体验了，我的乖徒儿。他越发觉得下身痛苦难当，可越是这样，就越想让阴念体会同样的痛楚。风轩一想到阴念天灵境的实力，是啊，如果有阴念这样的肉顶，那他的实力岂不是能够飞速进步吗？风轩心底的恶意噌的一下就起来了。那就勉强用用吧，不过就是一个被袁心碎用过的破鞋，便捏着鼻子恶心的用一次。那就勉强用用吧，不过就是一个被袁心碎用过的破鞋，便捏着鼻子恶心的用一次。见他愿意听话，至高神这才露出了几分笑容。他自觉已经拿住了阴念的命脉，更是带着福神塔和风家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皇宫。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我们上茶！找死的畜生！庶人族们纷纷咬牙，若不是为了小主人，他们可不会忍的。阴念浑身是血，风轩便一脸嫌弃道：还不快抱去洗干净了，真晦气！快些把红绸挂起来。没听我师父说吗？洞房花烛啊！小爷今晚要是睡不舒坦了，我就带着你们的心肝宝贝一起死，不就是死吗？袁先岁深深看了他一眼，抱着阴念走了。一进房间，阴念就睁开了眼睛。念念，我知道，放心吧，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从不出去的。为什么我是地基，我的生父到底是谁，我都会慢慢去查。可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燃眉之急。阴念的记忆是在红线出现的那一刻突然回来的。这天道，哼，狗屁的天道，就这还能算是天道吗？只有被绑定束缚的他，才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东西身上蕴含的恶意。这明明就是一个恶毒的诅咒，和他头顶这个蘑菇是一样的，散发的气息都是一样的。如果说小蘑菇是代表的欲望、掠夺的恶，那么红线就是捆绑、束缚的恶，都是无解的诅咒。小蘑菇，这个玩意儿试图在你面前控制我，你能忍吗？小蘑菇抖了抖，他比刚才膨胀了一些，他很生气，他是这个小世界最强大的诅咒，可现在这根红线竟然敢和他抢夺肉身，简直找死！你放心吧，比起这个连接着这个男人的红线，我还是更加愿意把养分供给你的。阴念摁住了自己身后躁动不安的尾巴。小蘑菇，我们握手言和一次，我可以给你力量，而你帮我解决这根红线，如何？蘑菇的脑袋滴溜溜转着，他拿到了力量，就能压住那根尾巴了，还能解决掉这个红线，何乐而不为呢？蘑菇立刻又膨胀了一分，向阴念传递出自己的想法。阴念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毁了红线？不，我不要你毁了它，我要你把这红线完整的拉出来，然后牵在皇宫深处粪池里养的那群家猪当中，最脏最臭的那只身上。洞房花烛夜，我自然会让他风寻毕生难忘的。洞房花烛夜，我自然会让他风寻毕生难忘的。阴念的话一出，小蘑菇就开始发抖，似乎觉得阴念这个提议让他这个以恶为名的诅咒都自愧不如一般。那么合作愉快了。阴念缓缓地闭上眼睛，身体的灵力主动往小蘑菇身上涌过去。蘑菇贪婪吸收着阴念身上的力量，它在缓缓地长大，而袁心碎就在一旁看着。他皱着眉头盯着那个越来越大的蘑菇，这个蘑菇跳到了那根红线的面前。阴念猛地睁开了眼睛，就是现在。红线似乎是感觉到了针对他而来的恶意，正要翻脚，却被膨胀的小蘑菇一口咬住了线头。阴念猛地吐出一口血来，而同时那根红线被小蘑菇十分利落地扯了出来。阴念头顶的蘑菇咬着这头的红线直直飙了出去，穿过空旷的走道，来到了后院养畜生的地方。蘑菇听了阴念的话，在众多猪猪当中选了最积极、双腿后蹬最有力的那只，将红线
直接抛到了猪的身上。红线挣扎着想要跑出来，还想利用天道命术把人给勾过来，可这小蘑菇岂能如他的意呢？他那张黑黢黢的嘴巴弯成了一个邪恶的弧度，诅咒是无解的。但是就如同以毒攻毒一样，他们诅咒一脉，自然也有互相对付的本事。他大张开嘴巴，呸的一下，一团乌黑的诅咒能量直接强行把红线盖住，牵在了这只灵珠的身上。被抓在风寻手上的天道文书才刚开始发烫，还没等引起别人的注意呢，就又沉寂了下去。风寻压根也注意不到这番变故。风寻这个人吧，本就是有一分本事，能给自己吹成10分。毕竟在一念出现之前，他风寻才是公认的年轻一代最有潜力的人。可后来出了个什么魔族的妖女，再后来出了一个苏林燕，直接把他的光芒给彻底抹杀了。谁还记得五洲风寻呢？风寻一瞬间就从天上坠入了地底，成为了一个泯然众人的普通人。而如今他成了至高神的弟子，还能将一念这个魔族妖女踩在脚下。风寻光是想想就已经激动得浑身战栗。他大摇大摆地走在皇宫当中，周围所有的兽人，他们的实力都比如今的风寻强上许多，可却没有人敢出手对风寻做些什么，只能睁着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想杀我呀？你们要是敢动我一下，我就带着你们的心肝宝贝一起去死，你们大可以试试。兽人们脸上的青筋已经完全爆出来了。哼，一群畜生，长得就奇奇怪怪的，也不知道阴念从哪里把你们一个个的找来。此刻风寻已经将自己当成了这个皇宫的男主人。既然阴念是你们的主子，那作为他以后的男人，我也就是你们的主子了。若是让我不高兴了，我便告知我师父，扒了你们这些畜生的皮，一片片的剁碎喂狗。这个风寻倒是老德行啊，还记得当时在白头山上，我第一次碰到他时，实在是可笑。阴念坐在桌旁，突然想到自己当时戴着面具，那个面具我还没扔呢，要不晚上耍耍他。他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袁心碎懒洋洋地撑着脸，他另一只手在桌子上喃喃地敲着，杀心四溢。外面风寻是感觉不到袁心碎正在努力地压着杀意的，反倒还是美滋滋地指着自己心口。我这条命啊，可是和你们主子彻底绑一块了，他这辈子都是我的人。这话说完，他看见自己胸口的红线浮动着扯了扯。哼，女人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这就如此激动了。也是，他一个残花败柳配我，是他高攀了。而此刻猪圈里面，那养猪的奴隶刚把食物泼下去。别急，别咬，别激动，说你呢，最大的那只猪给我推开。最胖的那只灵猪抬起头来，被捅开不让吃饭的他暴躁地冲着奴隶喷口水。那红线扯得也越发激动了，而另外一边的那根小红线也紧紧抓住了风寻的心脏。行了，真是的，既然如此激动，那晚上好生伺候我，我以后也会给你该有的体面的。女人果然都是口是心非的，就算身体变小了也一样。风寻皱着眉头，还有些许不满意，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变成大人。他可不喜欢幼童，真是晦气。他吹完自己的优越感还有兴奋感，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阴念忍笑忍得非常辛苦，可终于走了。风家少爷可真是个人才，看来我今个晚上一定要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婚宴了。话音刚落，袁心碎却已经到了他面前。怎么了？就看见袁心碎冰冷地注视着蘑菇。你找死吗？蘑菇顿时一缩，阴念抖了抖脑袋，这才注意到这蘑菇竟然往外喷出了不少孢子粉。这是什么？这粉顺着他鼻子已经被吸进去了一点点。下一刻，阴念的眼前竟然开始出现了幻象，他看见了自己也是3岁的模样，左手牵着一个男人，右手牵着一个女人，这2个人都看不清楚脸。念念，你怎么又把饭蹭到脸上了？女人温柔地抚过他脸，还没等阴念露出笑容，男人把他抱了起来，高高的举过头顶。今天晚上有花灯，爹爹带你去看花灯了。一瞬间的酸软侵袭了阴念的心头，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带着无尽的诱惑一般。这就是我送你的一个全新的世界，只要你愿意，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了。只要你愿意付出那么一点小小的代价，只要你愿意，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了。只要你愿意付出那么一点小小的代价。一只手伸到了阴念面前，他有预感，只要他握住这只手，就能永远的留下。阴念一张小脸露出了笑容，带着天真稚气。我愿意，愿意个鬼啊！下一刻，阴念一把抓住那只手，那手幻化成了一只大蘑菇，
一念的连环拳头就猛地砸了过去。找死吧！给我弄幻境，看我不把你切得一块一块的！那蘑菇发出了惨叫声，而眼前的幻境也开始轰然破碎。一念猛地惊醒，才发现自己以一种四脚朝天的姿势躺在地上，两只手凶狠地抓住头顶的蘑菇，要将它连同自己的头皮和脑袋都撕扯下来。松手，念念，你的头发掉下来了。而蘑菇正在发出尖锐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惨，尾巴死死拉住他手，劝他不要冲动。一念顿时一个翻身，气势汹汹地冲着蘑菇放狠话：解决掉红线就想趁虚而入夺我的身体吗？哼，我告诉你，我疯起来连我自己脑袋都拔，我还拔不出你一颗小蘑菇了，一拳头给你捶成泥。3岁的一念就像是一只炸了毛的小狮子，袁心碎压着上翘的唇给他顺毛。好了好了，别生气。他把一念抱起来，一念下意识地嗅到了他衣领里的香味，很好闻。一念无意识地猛吸了2口，随后就听见了从胸膛里面震出的笑声。一念脑子一僵，默默地挪开脸，美色上头，他好像一个不要脸的登徒子。那个，你身上好香啊。袁心碎倒是没什么不高兴的，甚至有些遗憾，他此刻要不是3岁的模样就好了。不过一念很快调整了过来，他想到刚才那个幻境，顿时来劲儿了，一巴掌拍在蘑菇头上。喂，刚才那种粉再来点儿。蘑菇一头问号。快点儿，不然我就把你连带我的头皮一起撕下来。我可不怕疼，你怕疼。还真别说，一念说的果真没错，作为天地孕育而出的诅咒，他就没吃过这样大的委屈。蘑菇最终还是忍着屈辱给他喷了粉，他倒是很想直接吸收一念的血肉呢，可那条碍事的黑尾还在镇压他，除非一念自愿，不然他根本吃不到半点养分。一念把粉收好，正好外面天也黑了，他让袁千岁抱着自己去见了阴女他们。真的没事了，没有红线了。他恐怕是没想到给念念下的诅咒，反倒是将另一个诅咒给破开了。阴满压着笑声，下一刻他的脸上就露出了阴恻恻的笑容。乖女儿，你带着人守着天一州，别让这群人跑了。到时候等看完这出精彩的戏，咱们将他们一举拿下。乖女儿，你带着人守着天一州，别让这群人跑了。还用你说？阴女早就憋了一身的杀意了，她带着人匆匆出去布置了。在一念的翘首以盼之下，黑夜终于姗姗来迟，而婚宴也已经布置好了。除了几个很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一念已经没有被红线控制了，其他人都以为一念还被控制着，所以当风轩一身红色婚服出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恨不得冲上去吃他的肉。看什么看？再看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你们的宝贝给办了。他脸上是扭曲的笑意，至高神坐在最高位上，其他人都沉默地坐在下面，包括袁心碎。他闭着眼睛，似乎是不敢看现场一样。至高神露出了畅快的笑意。袁心碎，阴念，今天可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让阴念出来。阴念小小一团，脑袋上的蘑菇更大了，可这会儿谁都不会在意那颗蘑菇，反倒是冲着阴念露出了悲怆的怒吼：小主人！念念！阴念眨了眨眼睛，一派3岁稚儿的天真。走得真慢，快着点。可下一刻，阴念抖了抖袖子，一阵粉末往他脸上扑去。那粉末很细，风轩完全没有注意。台上的至高神已经等不及了，双眼猩红地站起身来。拜堂就不必了，徒儿，当着所有宾客的面享受你的洞房花烛吧。风轩一动不动。徒儿，你还在等什么？风轩双眼赤红。风轩！至高神怒了，而另外一边，奴隶们悄悄把猪赶了过来。风轩终于动了，他抬起头来，双眼呆愣浑浊。他吸进去的粉可比一念多了，而且风轩本来就不是心智坚定之人，这粉代表了欲望。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象，他看见一念消失了，但很快他又出现了，不是3岁的模样，竟然是18岁的模样，少女倾城，眉眼淡媚。就凭你，我可看不上你。风轩顿时怒了，这个女人胆敢和家里未来男主人呛声。风轩的心里有一道声音在叫喊着：女人都是男人的玩物，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去，在宾客面前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风轩猛地冲那个阴念扑了过去，他撕开她衣服，把她压在身下。而在场众人此刻已经完全石化了，他们看见一只猪冲了过来，而风寻疯魔一般的冲着那个猪飞奔了过去，他一把摁住了那猪，把它压在了身下，猪疯狂的挣扎，被他狠狠打了一拳头。老实点，
女人，放心吧，我会让你很爽的。老实点，女人，放心吧，我会让你很爽的。灵珠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她却无比深情的带着男人的征服欲，狠狠的吻了下去。全场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至高神都瞪大了眼睛，颤抖着伸出手，半个字也说不出来。可风轩还没完，朱使就用腿蹬他。风轩一把摁住猪蹄，女人，看你很着急呀，也罢，今天我就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他潇洒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掀飞了自己的裤子。我今夜就征服于你。这一幕实在是太过辣眼睛，一群魔族痛苦的扭曲了脸。咦，伤风败俗，恬不知耻，恶心玩意儿！他们愤怒开骂，为了自己这双被玷污的眼睛。而猪猪早就忍不住了，猛地扭过头，愤怒的一击，他一口咬住了风轩的下边。啊！围观众人当中，无数男人猛地一抽，就像是自己的被咬掉了一样的痛苦，脸色都扭曲成一团了。可偏偏这风轩因为这个豹子粉无比的上头，他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自己从此刻开始就不是个男人了。他还在疯狂大笑着。服不服？你服不服？叶念满脸冰冷的站在旁边。下一刻，袁心碎出现了，从容的把人抱了起来。叶念顺势非常习惯的靠在他肩膀上，袁心碎垂眸看着他。书上说，习惯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尤其是在男女之间，越来越习惯的肢体接触会让两人的气味交融。袁心碎不动声色地把人抱得更紧一些，嘴角浮上一抹笑容。至高神终于在这场荒谬的闹剧当中反应了过来。混账东西，你到底在干什么？封家那些长老们也颤抖着站起来。救少爷呀，救少爷！风寻可是封家独苗啊，可风寻哪里顾得上这么多呀？他只感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畅快和酣畅淋漓，他竟然还去扒拉那只灵珠。灵珠毫不客气的就又要张嘴去咬，一人一猪都分外的激动，红线跟着扭动起来，发挥了自己的巨大功效。人在猪在，猪死人亡。封家的人想摁住下面已经血流不止的风寻，可偏偏那边至高神动作更快，一个晃神的功夫，至高神已经猛地掐住他脖子了。你找死！风寻满脸痴呆，双眼血红，好似陷入了一场不可阻挡的浪潮当中。此刻的他根本就感觉不到痛苦，甚至会将面前的人都认作一念。在他眼中，一念正温柔地抚摸他脖子，那水润的眼眸，那细腻的肌肤。他竟然不顾自己快要断掉的喉咙，猛地伸出手，一把拽下了至高神的裤裆。至高神只感觉自己屁股一凉，底下空空荡荡。这下连老宗主他们都坐不住了。我终于知道他走路为什么要夹着腿了。至高神彻底疯了，整个大厅都爆发出了一阵疯狂到极致的威压，无数人爆惊而出，有跑得慢的，被灵力冲击的吐出一口血来。袁心碎带着一念稳稳地把人抱到了天空之上，一念伸出了自己的脑袋往下看着，看见那风寻似乎是在九死一生当中被封家长老拼了老命的在余波中护住了，晕死了过去。可他体内的所有灵脉都被一瞬间震碎了，再也没有能够修炼的可能了。从各种意义上来看，他都成了一个真正的废人。而那猪猪倒是完好无损。封家知道至高神发狂了，而且很可能首当其冲的就要先弄死他们。他们瞬间招揽了人，一边的人护住风寻，另一边的人护住猪，开始夺命狂奔。长老为什么要带着猪啊？愚蠢，没见着红线吗？这还是猪吗？这怕是他们未来的封家女主人了。师大他们要去追，一念却猛喝了一声：“先不管他们，先制服附身他的人。”已经给自己穿好了裤子的至高神彻底发狂了。都得死，都给我去死！那张脸出现于众人面前，其他人倒还是认不出来，可远处那些万寿国的人却认出来了。他们浑身发抖，高声喊出他的名字：帝君，苏圣帝君，这是我们万寿国的帝君呢！他们欣喜若狂。这些年虽然帝后把持整个万寿国，帝君闭了死关，可他们万寿国从来就没有让一个女人当家做主称王称帝的先例。如今见帝君归来，他们瞬间就在这场浩劫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心骨。这些万寿国的民众们开始纷纷往他面前跑着。帝君，求您救救您的子民呐！他们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一念根本来不及拦着，就看着他们一堆一堆的往至高神身边扑着。苏圣帝君，我以前是见过的。至高神，我以前也奇怪，他怎么挡着脸不让我们看。
怎么这万寿国的帝君成了福神塔的至高神了？奇了怪了，我看福神塔那些人好像也很吃惊呢。众神子是真的吃惊，尤其是大神子。一念猛地看向这个有一半可能是自己父亲的人。无根神，你可真是厉害啊！将自己的女人送给自己下属当肉顶，了不起啊！头上一片绿，不若以后叫你无根绿头神如何？一念的话带起一阵畅快的笑声，却没想到最先斥责他的却不是福神塔的人，一个万寿国的子民忽然朝天空上立着的一念怒吼道：“贱人说什么呢？天道命书上说你是帝姬，那你便是我们帝君的女儿吧？有你这么做人女儿的吗？如今还当众嘲笑你的父亲，身为人族，还和魔族这种肮脏的东西勾结在一起。有你这么做人女儿的吗？还当众嘲笑你的父亲，身为人族，还和魔族这种肮脏的东西勾结在一起。”一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他们倒是一片担心。帝君，您救救我们呐！怎么能让这么一个女人真的掌控我们万寿国呢？帝君，他们泪流满面，脸上都是屈辱的神情。可偏偏一念还在外面让袁心碎设了阵法结界，这结界可不是用来困住至高神的，这是为了防止至高神他们发疯的时候，外面那些实力弱的人被波及到。可显然他们并不想买一念的账，他们到了结界口，疯狂地拍着结界。一念看在眼中，实在是不知道该说这些人愚蠢好，还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才好。他们的帝君要是真的有一颗想保护好自己子民的，早就在他攻过来时就飞快地找人过来护了。一个已经掌控了福神塔的男人，为什么要被这么一个三流小国拖住脚步呢？甚至说不定他还嫌弃自己小国出身的身份给自己丢人，所以才掩面不见人呢。没看那边那些土生土长的福神塔弟子们脸都有些绿了吗？一脸吃了屎但又不得不靠着这坨屎过日子的表情吗？可一念不说不代表别人不说。你们可知道这位帝君的一念大人做了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便在那里张嘴胡说。你们都忘记了吗？是谁挖走了一念大人的凤元？又是谁将一念大人关在斗兽场中，像畜生一样折磨了18年？一念大人从来都是有仇报仇，可有伤你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啊！可你们怎么不想想，之前帝后大权在握的时候，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呢？那你也说了，这是帝后的错，让女人把持帝国，便是这样的下场，和帝君有什么关系？他们眼中透出贪婪的光来，这可是福神塔呀！他们的帝君成了至高神，那他们便也算是福神塔里的人了吧？众人神情激动，砰砰地敲打着结界，对一念露出厌恶的神情。我劝你趁早打消了想要做我们女帝的心。就是，皇家子女这么多，怎的就欺负你一个，就让你一个去斗兽场？必定是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哼，不知道反省自己为何不得父亲喜欢，还跑出来勾结魔族。赶紧松开对我们的禁锢，让我们进去。难不成你还不许我们回自己家不成啊？老宗主他们咬了咬牙，一群不识好歹的东西，一念，你别和他们计较。一念靠在了袁心碎身上，他眸光冷淡地看着这些人。禁锢，说的可真好。听见了，袁水水，他们说是禁锢呢。那就解开吧。话都没说完，那层结界就没了。万寿国的人欣喜若狂的拖家带口涌了进来。帝君，我们是你的子民呐，带我们去福神塔吧，帝君。他们那无知又愚蠢的样子，让至高神本就要发狂的脸上更是添上几分疯狂。该死，该死！他甚至能看见旁边那些福神塔的人看着他的时候，那压在皮肤底下的鄙夷神情。福神塔的神子是有血脉限制的，他这样低贱的小国血脉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福神塔的。他好不容易混进福神塔，又好不容易成为一个神子，再得到机缘成为至高神，如今全被这些愚民给毁了。滔天的怒气直接爆发，化成了一柄柄的锋刃，直接刺穿了跑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胸膛。后面那些欣喜的人也都停了下来，他们脸上的笑容变成了惊恐，愣愣地看向至高神。哼，无知愚蠢，我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帝君呢？像你们这样信口开河的贱民，死不足惜。地面瞬间被鲜血溅湿，奴隶们满脸悲怆。哎呀，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我万寿国早就没有帝君了。如果苏胜当真还是在意这个国家的，便不会让一个女人把持万寿国了。看着自己的子民因为那对母女逐渐变得水深火热的生活，这位帝君心底并没有半点触动。万寿国对他来说是不堪的过去呀。
不论是奴隶也好，还是你们这些平民也好，不过就是粘在他血脉里的第一件石头，他只会将我们踩碎丢开，怎么会护着我们？帝后难不成不该死吗？死了一个帝后，咱们万寿国以后能少死多少人？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听呢？他们现在终于愿意听了，有几个离一念近的。救救我！你救救我们一家呀！你不是如今万寿国的女帝吗？是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快将这些人赶出去吧！你愣着干什么呢？我们是你的子民呀，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屠戮你们的子民？天念笑着眨了眨眼睛，然后抬手便将这几人震得十分远。抱歉了，我这个人从来不会给背叛过我的人第二次机会。至高神还在发着疯，在场也没有一个人阻止他们，连天一柱的人也只是冷眼看着。那些往福神塔方向冲过来的人，没有一个逃得出去。至高神已经发泄的差不多了，他深吸两口气。你们别听这些渔民胡说，这小小一个三流国和我有什么关系？神子们在心中自然是破口大骂，也鄙夷这个小国之人。可现在谁敢出半步大神就的眉头啊？至高神大人永远都是我们福神塔的神明。大神子压着内心的忐忑不安，恭恭敬敬地对至高神递下了自己的头颅。他脖梗处是一片湿润的冷汗。谁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万寿国的帝君了？可为什么这个人明明知道，却又看着自己的妻子在他的一步步诱惑之下，自愿成为他的肉顶呢？难道至高神已经知道，当年他和帝后其实早已认识，只是当时他并没有向帝后表明自己福神塔后人的身份。帝后当年虽然年纪轻轻，可野心却一点都不比现在少。帝后白灵勾搭上了万寿国的皇子之后，便一脚踹了他这个穷小子，成了万寿国尊贵的帝后。而那个时候，帝后早已不是完璧之身了。随后很快就传来帝后怀孕的喜讯。他当时年少，心底对帝后存了恨，却也怀疑过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可即便是他的，他也不打算要。所以后来帝后知道了他的身份，主动投奔他之时，他便让这个负了自己的女人成为了自己的一只肉顶。他都如此恨了，说是至高神当年知道这件事的话，难道不恨帝后吗？他越想越觉得心惊胆战。大神子飞快地低下头，自以为遮掩得很好，可被袁心碎抱着站在他对面的一念却看见了他一闪而过的极端惊恐。他自言自语，至高神是万寿国的人，他怕成这样，是怕至高神算账自己被绿的事情吗？可至高神是自愿被绿的吧，不然也不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这样默许啊。至高神作为一个男人，当真能慷慨到这一步吗？一念觉得不会，像他这样死要面子的人，肯定是宁愿自己夫人死，也不愿他被别的男人碰的，除非真的是厌恶极了。那这其中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个人身上的秘密可真是多啊。一念抬手，人已经自己悬浮于半空当中，身后的尾巴跟着一晃一晃的，深深刺痛了对面至高神的眼睛。这个东西便是你从我手上偷去的吧？哼，没教养的小杂种！偷？这难道不是从我的亲人身上取下来的东西吗？你个老东西，恬不知耻的作风倒是和苏丽叶母女两个一模一样啊！今年也不是什么都感觉不出来，那个女人的虚影，然后结合苏丽叶死前说自己亲娘没死的话，他也该猜出一部分来了。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他亲娘留下来的。把他围起来！阴念一声令下，天空地面便瞬间围满了人。可至高神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阴念，你不会觉得我只准备了天道命书这一样能置你于死地的东西吧？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阴念只感觉头顶一疼，那蘑菇竟然以非常霸道的姿态在他身上一个又一个的冒出来。念念，别过来，看着他，我没事的。你以为诅咒菇只能靠吃你的灵力增长吗？你错了，作为他的栽种者，我的灵力他也能吃得下去。说着，便又往诅咒菇身上灌入一大波灵力。阴念身上的骨头仿佛被揉碎了再撑开一般痛楚。念念，我先杀了他。袁仙穗直接朝着至高神使出了杀招，而阴女也自天空中落下。老东西，我魔族的人也是你能动的？